师叔祖，我听老祖宗们说了，当时吕素贞掌教曾给师叔祖卜了一卦，若师叔祖不下山，可保望成山百年兴旺；若师叔祖下山，赵玉珍执意下山，飞宣跪地求他三思，话却没忍心说下去。倒是赵玉珍不以为意，笑着接了下去，则战死黄潭，血流成河。赵玉珍临终前的遗言。赵玉珍老家在望城山下的一个小村落，父母皆为寻常农户。都说天生异象必有贵人降临，赵玉珍出生那日便有一道霞光照进屋内。就在赵父赵母不知是福是祸时，望城山掌教吕素贞带着6天师赶到，从呆滞的赵母怀中抱过并不啼哭也未气绝的赵玉珍，留下2行泪水，叹望城山苦等100年，终于等来了一枚婉玉。之后赵玉珍便被带上望城山抚养，3岁时拜做了将近40年掌教的吕素贞为师，6岁时习得大龙象力，11岁开始研习无量剑法，16岁成为了望城山第7天师，22岁兼任掌教之位，成为望城山开山立派以来最年轻的主事者。30余年来，因为吕素贞说赵玉珍命中有劫，他从未下过望城山一步，不是在乾坤殿中闭关，就是去山顶望云，偶尔也会指导一下李凡松和飞宣。不到6岁的李凡松第一次跟随父母到望城山，见到的第一个人就是坐在台阶上携着一根马尾草望至远处的赵玉珍。赵玉珍问李凡松山下怎么样，李凡松见赵玉珍身后挂着一柄桃木剑，回：你教我剑术，我就和你说山下的故事。父母怪李凡松冒犯，赵玉珍却爽快地收李凡松为徒。后来李凡松才知道，自己的师父就是名动天下的赵玉珍，望城山100年来道法第一剑术第一之人。赵玉珍曾断言，未来的望城山，李凡松武运占6分，但天运飞宣可占8分。飞宣的师父走得早，刚把他接到望城山就病死了。飞宣算是赵玉珍养大的。10多年前，16岁的赵玉珍坐在桃花树下，将离火镇心诀注入桃木剑中，将它埋在雪地里，一脸渴望着等着吃桃子。忽然一阵风吹过，庭院高墙上站着一个穿白衣蒙灰巾的人。早已经通往气数的赵玉珍一眼识破了李寒衣女扮男装，耳边传来她刻意改变了的声音：听说你是望城山开山以来最年轻的天师，做到了道法剑术双修，我想问一下你的剑。赵玉珍不接招，只用道术太乙狮子诀自保。李寒衣气他敷衍，拔出听雨剑，使出一剑月溪花尘，剑势汹涌，满树桃花瞬间飘落，花香月影相得益彰。赵玉珍看得吃了，拔出桃木剑一剑劈下，李寒衣灰巾破碎散落在地。赵玉珍惊为天人，他不知道李寒衣修的是山水境界，最高境界讲究心如止水。可从见到赵玉珍的那一刻起，李寒衣就破功了。李寒衣急忙转身，声音中带着一些不忿：3个月之后我再来问剑。说完纵身一跃，跨墙而去。于是赵玉珍坐在高墙上，想着风华绝代的李寒衣，给自己的桃木剑命名为桃花剑，一等就是3个月。可李寒衣却迟了7天才现身，他去昆仑寻来了名剑谱上排名第3的铁马冰河剑。已经仙逝的昆仑剑仙有一卵一能2把剑，名玄阳和铁马冰河。玄阳乃人间至情至暖之剑，被废后只剩一个剑劈存于赵玉珍的桃木剑中，剑是一对才子佳人。李寒衣左手听雨剑，右手铁马冰河剑，引来满山桃花。赵玉珍无量剑法一出，惊得满山禽兽走。他纵身一跃，折下一束桃花，二揭李寒衣的面纱，笑言：无量劫不如桃花劫，天上仙不如眼前月。李寒衣收剑与赵玉珍约定，当他第3次来望城山的时候，赵玉珍就随他下山。离开的时候，李寒衣遇到了本欲问剑却失魂落魄的雷轰。雷轰对李寒衣一见钟情，他震惊于赵玉珍和李寒衣初见时的剑之美。回到雷门后，把自己关在房中哭响了3天3夜。正当雷门长辈不明所以的时候，雷轰终于开门了，做了第一件事就去打了一把剑。他把剑和雷门火药相结合，取名纱布剑。
早年雷蒙先祖曾记以封刀挂剑的仪式，规定雷蒙众人不得用剑，不得用刀，专注于火药、拳法、指法等修炼。雷轰此举已是违背祖训，长老们想要制止雷轰。这个时候雷云鹤回来了。雷门有4杰，雷梦沙、雷轰、雷云鹤和雷千虎。为首的雷梦沙正是李含一的父亲。雷云鹤见雷轰沉迷习剑，转头驾鹤离去。云游四海行踪难觅的李含一不好找，雷云鹤便直接打上了望城山，找一辈子没下过山的赵玉珍。雷云鹤一指破苍山，二指破乾坤。正在闭关中的赵玉珍被迫出关，几乎走火入魔。两人一场大战，赵玉珍一剑斩去了雷云鹤的一条胳膊，自己也口吐黑血，真气狂泻。幸而李含一师兄、雪月城大城主百里东军助吕素贞压制住了入魔的赵玉珍，并带走了重伤的雷云鹤。雷云鹤渐渐大跌，从此销声匿迹，待在雪月城的登天阁里不出。而雷轰则带着已经大成的纱布剑，再次踏上了望城山。赵玉珍入魔后元气大伤，正在休养。迎接雷轰的是来赴下山之约的李含一。李含一为闭关养伤的赵玉珍挡住了雷轰，并在得知雷轰的爱意后，对他使出了人间至暖一剑春风来，说什么时候雷轰也能使出这般绝世的一剑，才有资格言爱。于是雷轰画地为牢，将自己困在了雷门小小的院落中。雷轰日夜思念着李含一，总是喜欢一个人待着，要么看天，要么看花。徒弟雷无节心疼他独闯登天阁，骗李含一说雷轰得了重病，只剩1年寿命，死之前想再见李含一一面。16年了，李含一等了赵玉珍16年，他不想再等了。他走出雪月城，决定去雷家堡探望雷轰，问自己当年说的话道歉后，就去望城山找赵玉珍，问他究竟下不下山。可没想到，这个答案在李含一面临生死之际的时候才来。雪月城的3城主司空长风是天启寺守护的朱雀士，而天启寺守护的职责就是保护他们心目中的皇位继承人。明德帝有12个皇子，死了3个，除了3位封王的皇子外，其他人都没有过人才华。也就是说，皇位继承人将在白王萧宠、永安王萧楚河和赤王萧雨中产生，而萧楚河是所有人心目中最合适的太子人选。此时的萧楚河化名萧瑟，现身雪月城，陪雷无节刚刚闯完登天阁。于是雪月城2城主李含一的出走就被白王和赤王解读成了公开战队，敌人的朋友就是敌人。白王背后的唐门和赤王扶持的暗河联手截杀李含一。赵玉珍算到李含一有难，执意下山。临走前，他留下遗言：飞轩，你的大龙象力已经颇有所成，但是道法奥妙，须见众生。3个月后，你再下山游历，3年内不要回望城山。樊松，你与飞轩同去，你命中有2份师缘，一份与我缘尽于此，还有一份藏在江湖山野，那位老师的剑术不逊于我。随后，赵玉珍留下佩剑清霄，请殷师伯代任找教之位，等飞轩长大后再还政于他。又给了李凡松和飞轩一张行路图，上面只有2个地方：望城山和青天剑。赵玉珍和李含一的婚姻隐痛，落泪山前，赵玉珍一剑入神游，杀了唐门3老，伤了血气刀，胜了苏沐雨，击退苏昌河，却还是不慎让李含一中了暴雨梨花针。那一剑的反噬之力远比想象中可怕，再加上为救李含一，赵玉珍用尽了最后护体的大龙象力。青天剑监正齐天辰曾答应吕素贞有朝一日会助赵玉珍渡劫，可终究迟了一步。等他赶到时，赵玉珍已经油尽灯枯了。李含一醒后，赵玉珍手轻轻一扬，满树桃花瞬间分落，在他指尖凝聚成了一件嫁衣。他叫她小仙女，羞涩而儒雅地问：“做我的新娘子可好？”李含一轻轻一跃，没用内力，从厢房的窗户跳了下去。他想要赵玉珍接住他。桃花瓣围着李含一轻轻飞扬着，这对46年来只见过4次面的男女，天为炉，地为席，结为了夫妻。就在李含一沉浸在幸福之中之时，赵玉珍撒手人寰。9天雷落，李含一满头青丝瞬间变成紫发，他因受不了打击入魔了。李含一一心想要找暗河报仇，
安和义不死不休，派出32朱影和魁，暗中给李含一下了让真气流失的剧毒红颜泪。汝见先谢轩和雷洪赶到时，安和几乎得手。谢轩紧急为李含一运功疗伤，雷洪独自一人对抗32朱影，最后用纱布剑使出毁天绝地一式，剑毁，朱影虽全军覆没，魁还有最后一击。雷洪受了重伤不能动弹，幸而吴兴及时赶到，一记心中挡住了魁刺出的一剑，一记无法无相功还以颜色，最后用佛门真气破了暗河的孤虚之阵，救下众人。事后雷云鹤去建新肘替雷洪求见，建新肘肘主李肃王感念雷洪救了自己的外孙女，以饮酒到惊雷铸成的煞雷剑相赠。雷洪剑术已入剑仙之境，觅得名剑得悟剑道，将雷门火气术与剑道相融，创一代剑宗，终入冠绝榜4甲。李凡松拜谢轩为师，飞轩则遵赵玉珍之命拜回青天剑，跟着齐天辰修习道法。写在最后，李含一曾问赵玉珍，这么多年你为什么一直不下山？他不知道，望城山的人向赵玉珍隐瞒了李含一曾3上望城山的事实，而更重要的是，赵玉珍身负无量劫，一生只有1次下山的机会。赵玉珍把这唯一一次的机会拿来娶了李含一，用自己的命换心爱之人福乐安康。有些时候，活着的未必就是最幸福的那一个。李含一悲痛入魔，功力大损，3年内再难入剑仙之境。这段婚姻最大的隐痛就在于，明明双方爱着彼此，却不宣于之口，坦诚相待，以至于蹉跎了16年的大好时光，再见竟是永别。电视剧《少年歌行》根据作者周木南的同名小说改编，讲述了寒山寺忘忧大师作画后，一口神秘的黄金棺椁仙事，引来诸方觊觎，最终从江湖到庙堂，牵扯出纷繁复杂的皇位争夺战。作为高燃热血的新派武侠小说，《少年歌行》构建了一个完整的武侠世界，其中雪月城、雷家堡、无双城、唐门、暗河、青城派你方唱罢我登场，各有青天剑、七天师、江湖5大剑仙、天启5大奸参与夺嫡。当武侠与权谋纠缠在一起时，萧瑟并不是登上95至尊之位的天选之子，取而代之的究竟是谁呢？